今天又没有见到温教授。苏媛，你还是不打算自己求证吗？要不你到我实验室来吧，正好我缺个研究助理，我们俩一起，肯定可以找到答案。我不去。为什么呀？哎呀，只要我见到温教授本人，跟他说明了情况，他团队的人肯定能找出问题的，还轮不到我一个退学的医学生自不量力。你比他们都有资格，而且你也更有能力。投入产出比太低了，有这功夫，我还不如多跑几个场子呢。张和呢，应该也可以在手机 APP 上挂到专家特许。对呀，真的，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还好我有一个这么聪明的男朋友。这个男朋友还不是你哭着喊着追回来的？又提这个事情。哎，你的男朋友在帮着你找别的男人，你就不怕你男朋友不开心吗？那你说吧，要怎么样才开心？你说呢？嗯？好一点了？还疼吗？不疼了。这个以后自己小心点。嗯。先把这个号挂上。这儿。拿。怎么了？没有见到温教授？我进去还没说两句话呢，就被杨文斌赶出来了。他们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你赶出来了。我不确定温教授到底知不知情，但是我敢肯定的是，杨文斌一定在刻意隐瞒。我来想办法。我的男朋友准备什么时候下班啊？那就要取决我的女朋友愿不愿意帮我搭把手了。想得美。你笑什么？等着你夸我呢。我夸你？我都快在实验室猝死了，我还夸你？我都说了，医学耽误我赚钱。苏妍，你真的就准备这么放弃自己的梦想了吗？其实，治病救人不一定非得拿手术刀。医学早就成了我们的信仰。也是本能。医学早就跟我没关系了，现在不会有，以后也不会有。那你帮我跑趟检验科吧，帮我把这个样本交给那儿的王丽娟，王老师。他知道该怎么处理。人家早都下班了，好不好？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不睡觉不下班？别人我还真不知道，王丽娟王老师这个点儿肯定还在。怎么了？魂儿掉了？太不可思议了！在华人这样一个人均博士的地方，
居然深藏着一个大专生。你知道我刚刚在王医生那儿碰见谁了吗？是心内科的专家，还是肝胆胰的权威啊？是吴院士，心内科的泰斗吴院士。你在他那儿看见谁都不奇怪。那个活在杂志上的大医生，居然亲自来送样本，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堂堂院士居然恭恭敬敬向大专生请教。你说这个王医生，他是个什么传奇人物啊？他呀，20年如一日，坚持自己梦想的微生物神探。王医生他自己从来不直接接触病人，没有哪个病人知道病理报告分析中出现的王丽娟医生这个名字究竟是谁。他虽然居于幕后，但他却是我们每一个华人医生心目中的英雄。但是他永远都没有办法成为实验室的研究员，或者是教授。那又怎么样呢？他仍然是我们的镇院之宝。王医生他自己从来都不在乎这些，医学早就成为了他的信仰。所以苏同学，治病救人的医生不一定都是手拿手术刀的。苏维安同学，有没有兴趣成为华人历史上第一个拥有柳叶刀医座的本科生啊？你故意让我去的，顾医生，还不死心呢，还打着小苏医生的主意呢。我可没这么说。你说你有办法见到温玉良教授，我怎么不信呢？神经病学年会即将于下周举行 ，HD 个39，3期临床试验成果分享。到时候当着全国专家的面，温玉良教授不可能回避，这是个绝佳的机会。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我一个本科生，怎么混进去神内的顶级专题讲座？谁说你要混进去了？我带你进去。你一个外科医生，凭什么进人家神内的专题讲座啊？因为你男朋友是无所不能的顾云峥呀。我和以前霍普金斯的同事合作了一个关于亨廷顿舞蹈症的课题，课题申报的项目书刚刚提交国自然基金中外合作项目，所以我也获得了参会资格。你跟老外合起伙来骗国自然基金呢？这基金申报就没有尽调之类的吗？这怎么能叫骗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当然有问题啦！你研究胶质瘤都已经9年多了，不管是高分论文也好，专题讲座也好，都是有关胶质瘤的。还有你那个国自然课题，都已经快出成果了，一直都被视为胶质瘤领域里面最有前途的研究之一。你怎么可能有精力去研究2个课题？更何况是从零开始研究亨廷顿舞蹈症，怎么可能会有人信你的鬼话？真是对我了如指掌呀，苏瑞安。你这么关注我，我很开心。我就随便了解了解。重点是，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以为重点是可以直接和温教授对话了。
说我一个文人，我讲什么武德？再说了，我为了获得年会的资格，辛辛苦苦写了这么久的课题申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难道不该被奖励吗？原来你最近起早贪黑，就是为了这个。我呀，现在算是发现了，你就是吃软不吃硬，对你啊，就得用苦肉计。以前你总是只做不说，是因为怕你有负担。我现在就认为，有负担才好。好什么？你有了负担，就不会不告而别了。这么记仇，原来你是这样的，顾老师。没办法，我是真的怕了。我总觉得，你亏欠我越多，才越不舍得离开我。都怪我，以前不应该一直逃避。对啊，我这颗心是一片一片拼回来的，你一定要好好呵护。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不告而别了。嗯。起码连封信吧。哎，苏伟安。你好，我们是参加全国神经病学学术大会的。好，你好，郑姐，谢谢，稍等一下。郭教授，房卡。谢谢啊。您入住的房间是406，是我们的 King size 海景大床房。好，谢谢。我的房间呢？您2位入住的都是406海景大床房。一间房吗？是的。麻烦帮我单开一间。实在抱歉，女士，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房了。跟我没有关系啊。哎，你好，我是负责会务接待的 Leo， 入住有什么问题吗？我是华人医院的顾云峥。我们俩现在需要再多开一间房。实在是抱歉，酒店今天客满了。顾教授，您的房间出什么问题了吗？这位是和我同行的苏维安女士，我在报名登记表上标注过性别，但是现在我们俩被安排在了一间房。啊，那我查一下啊。没错啊，这位苏女士之前没有在出席代表的名单上。作为您的随员，我们是按照您家眷的身份安排食宿的。难道她不是您的家属？也不算完全不是吧？那就是了。参加这次神内年会的人员很多，酒店的房间比较紧张，我们安排也比较困难，所以还请顾教授能多多理解一下啊。完全没有空房了吗？抱歉，真的没有了。你看，麻烦你再查一下呢。好。哎，喂，你好，请问你们酒店今天晚上还有空房吗？好的，谢谢啊。喂，你好，请问你们酒店还有空房吗？这么晚了，很难临时订到房的。谢谢你了。
怎么说？今天晚上就先凑合一晚。我都行啊，看你了。谢谢啊。一张床，谁先抢到谁睡床。别抢！喂，明明就是你少订那间房啊！还说什么慢慢来？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小苏同学，你可不能诋毁我的人格啊！小苏同学，这才叫套路，懂吗？怎么那么硬啊？腹部肿块，该去找 CT 了。别闹了，顾医生也有害羞的时候吗？你再仔细摸一摸，究竟是腹肌还是腹部肿块？洗澡去了。洗澡？我是说睡前洗个澡，你别误会了。苏同学，到底是你误会还是我误会啊？你自己思想不健康，可不能赖我哦。你思想才不健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哦，原来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不知道。那我告诉你啊，不是说了要慢慢来的吗？只是一个吻而已，已经够满了。哎，好，你先洗澡去吧，今晚早点休息。顾云峥，你个老狐狸！你叫我啊？没有。查到你了？没有。你要弄多久啊？很快了，我根据最新的反馈意见修改一下课题申请书。那我能帮你做什么？
有专家指出，样本量太大，在可行性上会有难度。交叉试验呢？会增加计算的难度。那有几种实验条件2种。？2种，2种还好吧？0.3%乘以164除以4。不对，还要再除以2。那个是不是也得变啊？哪个？这个。对，要变。你自己做吧。你干嘛？我给你一个好的角度，反正你睡不着的时候也要偷看我。谁偷看你啊？我才没有呢。那你还要弄多久啊？快了，再修改一下项目背景就好了。那个，一会儿你还是别睡沙发了，我觉得沙发不太舒服。睡床吧。先说好啊，这条线为准，不能越线。好，不越线。伟安，你知道吗？其实我也会害怕，从医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我怕我创造不了奇迹，我怕你会离开我。去哪儿了？我是不是气到你了？习惯了，又不是第一次跟你睡。都说了不要提那天晚上。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说的是友好医院药房，你压了我一整晚。北安，你有没有想过，只要我们在一起，就算你压我一整晚，挤我一整晚，我也是喜欢的。只要我们在一起，就算有一天真的会傻，会惨，我也愿意。其实我挤你
也许是浪漫，是欢喜，但日子久了，如果你长时间睡不好，站了一天手术台晕头转向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喜欢的还是普通又简单的生活。人的本能就是自私的，趁还有理智的时候为别人多着想，自然是要为别人多着想。起床吧。亨廷顿舞蹈症药物实验要凑够300份样本量，那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呀！但是，在实际推进当中，我们反而没有在样本量上发过愁。参与的患者非常积极，也非常踊跃，因为亨廷顿舞蹈症目前无药可救，而病人呢，只能不可扭转地一步一步走向失控，走向失智，最后死亡。任何一点点的改善，对于已定结局的悲惨人生来说，就是巨大的惊喜。而现在，临床实验已经进入了3期，新药很快就要上市，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最大的，也许是唯一的希望。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患者从参加药物实验之前到实验之后的影像记录。姑姑，大家请看，舞蹈状四肢乱动的频率和幅度已经非常明显的下降了。维安，咱们不看了，咱们现在就走。走。感谢温教授的精彩分享，下面进行提问环节。维安，维安，那位女士，糟了。刚刚温教授着重介绍了新药物的疗效，那么请问，在试验的进程中，有没有发现任何不良事件？根据目前实验追踪的实时反馈来看，除了一些常见的消化道不良事件以外，还有一些眩晕、头晕等不适反应。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重大的不良事件。那3粒动脉瘤的破裂产生的不良事件也不严重吗？这种情况吗？这的确挺严重的。我说小姑娘，说话要有依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其中一位患者的家属吧？据我所知，你所提及的这位患者已经主动的要求退出了药物实验，所以根据规定，自动退出的发生一切情况都与药物实验无关。明明是产生了动脉瘤破裂的不良事件之后，才被安排退出药物试验的。你看，这就是自愿退出协议书。你也可以来确认一下，看看上面的签名是不是患者本人和直系亲属的亲笔签名。据我所知，你并非医学的从业人员，那你又是怎么进入到这个专业的年会呢？还提出这种不专业的质问？没事，先坐下。温教授你好，我是华人医院
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顾云峥。神经外科的医生来参加内科的年会，很少见呐。我这次来参加学术大会，是因为有交叉课题。在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的领域上，神经内外科向来都是有紧密合作的。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参加药物试验期间突发动脉瘤破裂的患者，其中1例恰巧就是我收治的，另外2例2院收治。不幸的是，2院的一名患者在第2次突发动脉瘤破裂的当晚就不治身亡。我们有所有患者的详细病历，并且在第一时间同步到了温教授您的团队。但是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温教授您似乎至今都还不太清楚这其中的情况。温教授，您能给大家一个解释吗？我认为，一种疾病的发生是由很多种因素导致的。但是，我充分的相信我的团队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对这3位患者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评估。后续，我也会亲自跟进，然后做出最终结论。谢谢2位。那么好，今天我的讲座就分享完了，谢谢大家。苏维安，你是不是没完没了了？你干什么呀？你就这么恨我，非要在这么高级别场合破坏我父亲的演讲？你知不知道这个项目不仅有我父亲10几年的心血，还有云城所有的资金投入？我就不懂了，你也是舞蹈症基因阳性，我父亲的药如果能顺利上市，对你没有好处吗？还是你为了针对我，宁愿损人不利己呀？温冉，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和你有关的。我从来不针对任何人，但是科研必须保持严谨和不断怀疑。科研跟你有关系吗？你一个辍学的肄业生，你对舞蹈症到底了解多少？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父亲付出10多年的心血研究的成果？温医生，客观存在的不良事件，严重关乎着患者的生命质量。虽然目前全国只有3万个舞蹈症患者，但是再少再小的群体，都不该被忽视。可是你知道云城他为了这个，苏维安，我话还没说完呢。温教授，爸爸，哎，你们要干什么呀？非要让那些舞蹈症患者失去唯一的希望啊！我比任何人都更期待这个希望，前提是，这个真的是希望。看来2位还有问题没有问完，对吗？问吧。是这样的，温教授，不管那些自愿退出的协议书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签署的，我们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3位患者是在参加药物实验期间突发的动脉瘤破裂，并且药物试验有明确的规定，不管是不是药物导致的不良事件，只要在药物试验期间出现的严重不良事件，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道。可你们要知道，新药能够缓解大部分患者30%到50%的症状，而且临床1期、临床2期也没有发现重大的不良事件，实验样本达到了规定的300例，动脉瘤破裂的概率甚至都没有超过1%，对吗？所以，你们提到的案例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所以您的意思是，一定要等到再有一位患者发生动脉瘤破裂，等到这个可效的概率超过1%，才能说明问题，是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是什么学历？你有什么资格来质疑一个顶尖的科研团队通过15年的努力而得到的科研成果？质疑可以，你得提出科学依据，对吗？如果科学研究都那么容易的话，那么亨廷顿舞蹈症怎么会成为世纪医学难题？温教授，我当然不敢质疑您团队的科研能力，我质疑的是，
你们的科研精神和药物伦理原则。如果我找到科学依据，你要怎么办？如果你找到，我立刻停止实验，并且公开道歉。一言为定。爸爸，一言为定。你之前说想让我去你的组里当研究助理，还算数吗？怎么了？温教授让我拿出动脉瘤跟 HD 和39的直接关系，我只有回到实验室才能证明给他们看。维安，你想好了，这不仅仅是应聘一个岗位，不只是随便在那儿待一阵子而已。因为实验室不是说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我知道，我也不单是因为温教授，我只是想到以前就算会为了被污染的培养皿而跳脚，就算会因为统计错数据而气得想砸电脑，但是只要看到自己辛苦写的文章，最后存成了 PDF， 而且标题中加上最终版的那一刻，那种成就感无法比拟。可是后来，维安，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你不用担心。你什么都没有研究出来，就发病了，因为这就是最坏的结果。没有什么会比这个更糟糕了，所以你只要尝试过，就不会留遗憾。但是像亨廷顿舞蹈症这样这么难的课题，我每走一小步，耳边就会有个声音提醒我还有99999步没有走。你看到温教授那副不可一世的态度了吗？你难道想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种人手中吗？你说的对，比起什么都做不出的绝望，我更害怕自己什么都没有做。我决定了，我要应聘研究助理，回到实验室，证明给他们看。维安，这条路我们一起走下去，不管能走多久，一直走就好了。维安，简历准备好了吗？我帮你递上去。我早就已经投递到公开招聘的邮箱了，还等你。实验室的大门必须靠我自己的努力打开。这么有信心？真不愧是我的女朋友。那当然了，既然已经做好决定了，我就要正大光明地回归实验室。其实，这么短的时间，想要系统地提升理论知识，是不太现实的。研究助理这个位置，其实更注重的是实践。维安，接下来的时间，你可能会很辛苦，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放心吧，我甘之如饴。师兄，你说要来的地儿就是这儿啊？来，帮我一下。1、2、3。新实验室啊？对，陈安实验室。
文，这个实验室送给你。送给我？为什么？我知道，其实，在你内心，那个小火苗一直没熄灭，你一直想回归医学。我愿意用我的能力来帮助你。这个实验室是杰辉刚刚投资完工的，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这里的负责人。你想做的任何的项目都可以在这儿做，设备和人员我都给你配最顶级的。师兄，谢谢你的好意，但是很抱歉，我接受不了。以杰辉能力，完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找到更优秀的负责人，这个人不应该是我。没关系，我可以资助你进行深造，或者我可以去聘请最顶尖的人才来辅助你，这都不是问题。是，我不是在跟你客气，我说认真的。这么艰巨的任务，我担待不起。我不理解，加入杰辉，你可以和最优秀的团队共事，即使你在杰辉，在管理岗位上做一个闲职，那成就感也比你做一个科研助理来的强啊。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研究助理，那也是我目前力所能及的事情了。我已经答应顾云峥去他的实验室帮他了，我们俩在一起了。薇安，我为你付出这么多的心血，你难道不明白我对你的心意吗？师兄，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误会。一直以来，我都把你当成我的师兄，从来都没有别的。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欢迎苏女士莅临指导。干嘛呀？又不是第一次来，这么神神秘秘的。还有这个，这可是我为你准备的特别款式啊，不可爱吗？可爱，就是有点粉。粉多好呀，女孩子不都喜欢粉色吗？来。新买的啊？对呀。那儿。都是你买的吗？啊。这眼光比我们家兰姐还一言难尽呢。怎么？你不觉得很可爱吗？嗯。没你可爱。说吧，葫芦里卖什么药呢？你应聘研究助理，任务重，时间紧，我可不能给你开后门。我能为你做的就是私人家教服务。你看，这些都是我为你准备的资料，虽然不说特别全，但是配合上我帮你整理的论文，应聘个研究助理，十拿九稳。准备这么充分，顾老师，你蓄谋已久。我是觉得你家离学校太远了，你这样每天来回跑，不影响复习进度吗？再说了，你回去那么晚，也会影响楠姐休息的，对不对？这儿多好呀，云峥咖啡图书馆，专属空间，专人服务，24小时为您开放。
你点小费，帮我泡杯咖啡吧。你这个小费可买不起我的咖啡。这就对了嘛。维安，你学习紧，我工作忙，一不小心，咱俩1个星期都见不上一次。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从今天开始，我想每天都看到你。好吧，那我考虑一下。考虑一下。请开门。哦。维安，你这是全搬过来了？对啊。过来。怎么了？东西太多了，还是你不乐意啊？我怎么会不乐意呢？不多不多，我以前就是觉得我家里太空了，正好都塞一塞。那，你今天晚上就不走了？医院离你家比较近，上班方便。以后呢，我就每个周末再回家。那，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怎么跟兰姐说的？我就说实验室太忙了，医院给安排宿舍。只是我没有说这个宿舍很豪华，而且还有24小时贴身服务的人。不是说了在家等吗？我面试的可是你的实验组，总要避嫌他。我又不怕，怕的人是你。我就是想第一时间来确认好消息。看样子，苏同学稳操胜券了。那可难说，临场反应应该没问题，但是你知道的，我的学历不占优势。没关系，那就先好好准备复试。初试只是初印象，复试才是最重要的，考验的是你们的实操能力。那复试的主考官也是王焕忠老师吗？你可要小心了。王焕忠老师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到时候你可以感受一下他的死亡凝视。死亡凝视？上车吧。我考完了，我到医院门口的咖啡厅等你。几岁啦？
还玩偷袭。咱俩正大光明谈恋爱，怎么被你说的跟偷情一样？那不是在医院吗？上一次出事的时候就有人说，这一次招聘是因人设岗，我怕别人说你假公济私。假公济私？行了，苏维安，我跟你说啊，不管咱们怎么做，那些爱说闲话的人，他们始终都是会说闲话的。倒是你啊，你倒是给我多一些假公济私的机会啊！我才不呢！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算是真的见识到王焕忠老师死亡凝视了。不是，怎么会呢？是你操作失误了吗？怎么可能？实验结束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紫外线灯按了一下，他唰的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吓死了。我就问他是不是有别人要用，他又说没有。维安啊，维安，我跟你说，王老师的死亡凝视，是希望你重视他的严格，不是让你去怕他。你放心吧，王老师那么做，是他认可你了。真的？那，庆祝你顺利通过复试。那怎么又是书单？通过复试了呀，可以看些闲书了，不开心吗？开心你个头！过了复试还要看书，你自己看去。在医学世界里，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可能性。我们之所以被这门不完美的科学所吸引，是因为我们迷恋可以妙手回春的那一刻。我们抓住每分每秒，用自己的知识、能力，去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让这个人过得更好。什么年代了，图书馆都电子化了，怎么还有这种手写借书卡？你个肄业生，果然满脑子废料。吓死我了！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啊？我看你神神秘秘的，以为你在研究什么高深的理论，原来就是在做这种。我记录借书卡呢，犯法吗？不犯法，但是浪费时间。这怎么浪费时间了？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会被永远记录在图书馆里面。这是什么？家事通知，是不是你的帖子起作用了？对呀。谢谢我的顾老师。苏维安同学，那我们这次就在所有人面前拿出你的真本事，让我们正大光明的赢下这一局。必须的。又跟大学时候一样，你又帮我进了一次考场。加油啊！各位老师、评委们，在加试之前，我想先说几句话。我经历了笔试和面试2轮考试，获得了这个研究助理的岗位，整个过程公正、透明。我不知道再加试一场的必要性在哪儿。如果这次加试仍然是我胜出，是否可以到此为止？不要为了给个别人开后门
浪费学校的公共资源。这次的家试啊，就是最后一次考试，录用结果我们会当众公布的。好的，主任。既然都考了2轮了，你们就简明扼要的说一说，你们认为作为科研助理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好的，我认为做科研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不能半途而废，不能碰到一点问题就逃避。我经历了8年不间断的寒窗苦读，获得了华人医科大学的博士学位。在校期间，我获得了科学杯1等奖等诸多奖项，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深知，成绩是过往，也是累积，只会更加坚定我对科研的热爱和追求。苏雨安，该你了。好，我认为，作为一个科研助理，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做好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数据、每一个推论、每一个实验，都应该是严谨的，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弄虚作假。苏安，你这么看重数据和实验，那你有发表过什么科研成果吗？而且你中途退了学，你真的了解学术研究意味着什么吗？我了解。在校期间，我完成过一篇专业论文。这是完成吗？完成和发表可不是一个概念啊。我的论文曾被人发表在影响因子大于6的杂志上，我想我的论文质量应该不错。那怎么你这个文章的内容和温冉获得科学杯1等奖的论文一模一样呢？你们是共同发表的吗？那为什么不共同署名呢？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主办方在接收到我的举报信之后，第一时间撤销了1等奖的奖项。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个被撤销的1等奖会出现在温同学的简历里面？各位老师，这个科学杯1等奖虽然被苏维安同学恶意举报，主办单位也只是暂时收回了奖杯，获奖证书还在我手上。后来我们向主办单位提供了详细的证明材料，导师确实是根据工作量和贡献量来决定的。这个第一署名并不是我抢他的。你我都清楚，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没有带走实验日志，所以你断定我拿不出证据来。但是老师们都知道，科研是环环相扣的严谨，做不得1点奖。那篇论文中使用的是荧光染色法。温同学，作为这篇论文最大贡献者，你应该很清楚实验的方法和步骤吧？是，我想也是，因为你在另一篇论文中采用了一模一样的荧光染色法。我想请问，在试验当中，你用的依抗是哪家公司的？时间这么久，事迹这么多，怎么可能一一记得？不记得。文章中明明写的是梅卡公司。那就是吧。有什么问题吗？那你可以告诉在座的各位老师们，在试验当中，你是用什么方法避免假阳性的吗？这个在我论文里面的实验报告当中有具体方法和详细材料。在我举报的那篇论文里面，试验采用的受体蛋白依抗是2014年3月从美国发出的。抗体公司在这批次中做了特殊标注，增加封闭时间，减少依抗孵育时间，而且要加用试剂冲洗，避免假阳性。这一批次之后，试剂就做了改进。但是温同学他在新一篇的论文当中采用了一模一样的方法，他跟他的审稿老师都没有发现，用他的实验方法根本得不出实验结果。
温同学，新论文是你自己撤，还是等待再次举报？我可能记错了，我用的那个试剂可能就是2014年3月那批。2篇论文相差3年，怎么可能用一批试剂呢？第1篇论文实验刚刚结束的时候，因为试剂消耗过大，贺晓光老师还叫我去申请加购新试剂，这都是有记录的。学长，那个。 我可能是用了科里其他老师没有用完的试剂。老师，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家事没必要继续了，到此为止吧。人事部马上出一个方案，彻查近5年来各科室发表的论文，凡涉及学术造假，绝不宽容。王主任啊，尤其是贺晓光和。 温然署名发表的那2篇论文，一定要彻查。科学研究容不得任何造假，我们华人也不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杜院长，那今天的评分和结果是什么呢？吃饭了，怎么样？这个可是我上学的时候做实验专用造型，像不像医生？你就是医生。来，拍张照。3、2、1，好，看，来了。像是那么回事吧？维安，这次。 你跟温冉 PK 赢了，但是不代表那些流言蜚语就会消失。你真的做好准备要跟我一起工作了吗？当然了，我可是堂堂正正进的华人，不会给你丢人的。光不丢人可不行，我的要求是很高的。哎呀，我知道，以前被你怎么折磨的，我还历历在目呢。我说真的，我们这次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动脉瘤和 HDQ39有关的直接证据。 否则就有可能会有新的不良事件发生。我们这段时间的工作量和之前相比，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要有心理准备哦。香吧？我好像闻到了狐狸的味道。你，我后悔搬过来了，简直是羊入虎口。 给了你这个奴隶主奴役我24小时的机会，怎么舍得呢？顾老师随时化身咖啡师、按摩师、金厨师，24小时竭诚为苏同学服务。你身份倒是蛮多的嘛，还差一个苏家准女婿的身份。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去见兰姐啊？ 得寸进尺。时间不早了，我坐地铁，你开车，一会儿医院见。哎，不是维安，你就不吃了吗？我去医院食堂吃，第1天上班不能迟到。我辛辛苦苦做的。不住在一起了，也不能一起去上班，离去。 苏维安，你过来。怎么啦，顾老师？亨廷顿多巴胺能系统的治疗药物主要分几类，作用机制是什么？2大类，针对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主要作用机制包括抑制 VMAT 和直接阻滞多巴胺受体。目前在研的药物当中，近2年来进入到临床3期的药物有几种？3种。 分别是 NRT057、HYD902，还有 HDQ39。
但是前2个药物在瓶颈期已经停滞1年多了。瓶颈期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很复杂。这2个药物在3期临床结果的论文里有过一些分析，还有亚组分析也出现了显著性的差异。有一种说法是，这个药物的作用可能是长程的，观察时间不够长。那些药厂为自己留后路的话，就可以不用再说了。你自己的分析是什么？样本量毕竟大了几倍，有可能是结果遭到了稀释。你是说3期的结果不准？不是，我是说2期结果可能存在偏移。哪里的偏移？2期临床的结果当中，入组患者的病程用什么来表示？中位数。3期临床中，入组标准的依据是什么？这个是补充材料里的内容，我只看了正文。8个小时，10篇文章，平均每篇文章40分钟，你都看了些什么？不管是正文还是补充材料，这些内容对于评价一个研究都是非常有用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为什么答不出来？对不起，顾老师，今天之内我补上。顾老师，知道您一向要求严格，可是苏同学毕竟连研究生都没读完，第1天上班就给人家布置这么多任务，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他跟其他人来比，做成这样确实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他自己的实力远远不止如此，做成这样根本没有宽恕的余地。苏维安，如果你拿不出实力，就永远只能被人诟病靠关系。好的，顾老师，今天下班之前我会精读1遍，包括补充资料。我排了老长队才买到的。老板，你学过变脸呐？一下班判若两人。什么老板？你才是老板。我怎么敢呢？老板布置工作的时候颐指气使，吓得我现在还在瑟瑟发抖。哪个老板那么作妖？我帮你收拾他。我还以为今天当众那么说你，你真生气了呢。我有那么不识趣吗？我知道你是在帮我，而且确实是家事引起的论文整顿，大家难免对我有怨气。不过呢，你对我越严厉，大家就会越同情我。是，也不是。什么意思啊？你刚才是真的想训我？回家说。先吃，吃完再说。先说，说了再吃。维安，我为什么要让你看那些文章？了解所有的研究进展。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求证 HD-39的问题跟动脉瘤的关系。没错，你想过没有？为什么研究机制相似的同类药物总是在3期临床的时候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比起论文里面那些冠冕堂皇的论述，我们难道不应该了解他们真正在做什么吗？你难道不应该全面掌握补充材料吗？应该。是我考虑的太少。那就从今天晚上开始啊，我们2个一起，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10篇论文过一遍，在论文当中找到突破口，来设计实验。这么痛，就不应该跟老师谈恋爱，每天都有看不完的复习资料，还有考不完的试。怎么，怕了？现在后悔可来不及了。
你说，别的情侣也跟我们一样，整天没日没夜的搞事业吗？你不想搞事业，难道想要搞点其他的？嗯，吃吧，沉迷学习无法自拔。吃吧，来，西兰花。怎么样了？怎么全都是阴性啊？动脉瘤的发生率本来就低，再加上我们第一批实验鼠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才是第一批实验鼠，我们还有第二批。现在这个结果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样本量不够大，说不定第二批实验鼠能有一个阳性呢。我仔细想了一下，虽然我现在仍然坚信我们最初的设想是正确的，但是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条件，让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变成一个大概率的事件，这样我们就不是在碰运气了。大概？你是说？你姑姑是不是有高血压？是。我明白了，我们要在转基因模型鼠上造出高血压模型。或许高血压患者的血管内皮对 HD-39更为敏感。聪明。怎么了？谁惹我女朋友生气了？实验室的人欺负你了？怎么可能？实验室的工作量这么大，根本没人注意到我在。那是怎么了？你会觉得实验进度有点慢吗？慢。我们同时在进行细胞模型、动物模型的实验，相互对照验证，已经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了效率和实验设计的严谨性，已经很快了。是，我本来也觉得没问题。但是你就1个月的期限，万一我们输了怎么办？怎么总是提输啊？你是对我没有信心，还是对你自己没有信心？苏维安，你要记住，工作上我们是一个团队，生活中我们同样是一个整体。你现在应该要做的是，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做才能一起赢？
会这样？怎么会呢？六感细胞全被污染了。马上就要到培养时间了，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出污染？我明明每天都打扫实验室，这是什么问题？六感细胞全被污染了。你先不要着急啊，先把污染的细胞全都清理干净，所有的培养容器都清洗消毒。那可不行，必须马上解决。再拖延下去，被污染的细胞只会更多。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精准地找到污染源，那我只能里里外外再打扫一遍了。一会儿你先回去，我弄好再回家。必须要马上找到污染源。怎么又污染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喂，都12点了，你还不回来？你怎么咳嗽了？怎么咳这么厉害啊？我看看，发烧了，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应该就是着凉了吧？退烧药在哪儿？我去拿过来。维安，你别走，你就在这陪我一会儿吧。不行，发烧得退烧，我去买药。太晚了，一个人出去不安全。我可是一个人闯荡过拉卡亚的人，放心吧。你还好意思说？你在拉卡亚肚子还破了一个洞。好了，好好休息，别说话了。冰箱里只有这个了，你委屈一下。舒服多了。那就好，快睡吧，睡一觉，明天早上就好了。维安，你不在我身边，我睡不着。都什么时候了，还撒娇呢？看我都烧成什么样了，你还不陪着我？少来这一套啊！我一会儿还得去修改实验设计呢。你快睡觉。
睡得好吗？8点了，那是想睡2个小时的。你知道你睡觉打呼吗？哎，我怎么上床的？我怎么知道？如果不是你自己跑上来的，难道是我一个病人把你抱上来的？退烧了没？怎么还没退烧啊？我去买药，或者你跟我去医院。没事，没事，雨安，你快去上班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可以吗？嗯。我知道我的学历不够高，经验也不丰富，但是基本操作我还是可以完成的。现在我要清理实验室，如果你们放心，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实验器皿交给我一块清洗。如果不放心，可以在一旁观看。那我就开始了。要不要我帮你啊？当然好了，谢谢。我找到污染源了，你看，不是吧？有人吗？我要锁里面了。不会又给自己加班了吧？还说我是古巴皮，哪有你这么自觉的卷心菜啊？自己卷自己，卷得这么起劲儿。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李安，你怎么来了？退烧了吗？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门锁了，反正也出不去。与其干坐着，还不如找点事情做呢。让我看看退烧了没？我退烧了。哎，行了行了，赶紧回家去啊！走。维安，走吧。
放手了。还好吗？走吧。走吧。小苏早啊。你看，动脉瘤的阳性率达到4%了。这么高？对啊，我们的试想是正确的。HDQ39对高血压患者的副作用更大，更容易引发动脉瘤。这样，我马上就去对鼠脑进行取材，完成切片染色，不用滚出花园了。这阵势，我感觉要出大事啊！顾云正，今天我要不揍你！干什么？没事吧？在这嚷嚷什么呀，贺小光？你举报我，材料准备的够详细，你处心积虑呢，我是不是？我要是你，我现在就好好的自省，自己到底有没有做过那些违背医德的事。你少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了。你自己好好看一看，你输了，向苏北安道歉。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们俩联合起来在背后搞鬼是吧？跟我玩狼狈为奸是不是？行，咱们走着瞧。等着。这疯子！你跟我来一下。顾云峥，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贺小光被匿名举报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害人家这2天提心吊胆的，生怕出什么闪失。我告诉你就不会有闪失了。我不说，是因为贺小光离不离开华人跟咱们的实验都没有关系。那这个呢？这个疫苗接种单怎么回事？刚刚好是你发热的那一天。北安，我刚刚站了2台大手术，我现在又累又饿，你待会儿陪我吃个饭呗。我2个小时之后还要站1台大手术。2个小时后的手术是方明凡主刀，你只是个跟台指导，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个我知道。你赶紧给我说清楚，为什么突然去打疫苗？前一阵子医院不是疫情吗？我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当然是要先保护好自己了，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好患者。但是霍乱疫苗有必要打吗？我觉得有必要。万一哪天我去援外了呢？万一当地是霍乱高发区呢？我这是积极预防。我看你就是为了发烧故意去打的疫苗。什么叫做故意啊？积极参与疫苗接种，这是每一个医护人员的义务和使命。我看这是你丧心病狂。那你说我是为了谁？啊？要不是你每天24个小时待在实验室，不回家、不吃饭、不睡觉，我要是再不发个烧，谁知道你哪天能回家？谁知道你哪天能睡满6个小时？闹钟也是你关的对吧？我就说那天闹钟明明定了，为什么不响？我只是找了一个自己比较空闲的时间。我哪知道那个疫苗对我反应那么大？这只能说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不希望我一个人待在家里边。好了，实验结果不都出来了吗？咱们应该开心才对。那咱们要约法3章。以后你有事不许瞒我，我不想因为任何事情吵架。这2天明明很想你，但都没有时间给你发消息。那以后咱们回到家就像现在这样抱一抱，开启情侣模式。嗯？那这样呢？在医院干嘛呢？好了，既然你提了一条，那我也得提一条。以后，不管实验室再忙，你1日3餐必须按时吃饭。我可不能随时都看着你，
以后1日3餐你都必须发微信给我，这也算是考勤了。还有最后一件事情。 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还没有评上教授的男朋友，请大家多多关照。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研究生毕不了业的女朋友，大家不用关照。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请问顾医生的女朋友今天晚上有没有安排啊？顾医生想和你共进晚餐。今天晚上还真不行，今天我妈把我姑从疗养院接回来了，我妈叫我回家吃饭，下次吧。这2件事情不冲突啊。你看咱俩交往这么久，是应该找时间去拜访一下阿姨跟姑姑了呀。没必要吧？苏维安。 你该不会还没有跟家里人说，咱俩已经在一起了吧？没有特别提起。那他们是不是还不知道，你跟我住在一起？嗯。是你妈妈不喜欢我吗？怎么会呢？我妈很喜欢你，而且，她还很感谢你救了我姑姑。那就是了。那既然这样，就更应该上门拜访他们一下。走。走了。哎，要不还是算了吧，我紧张。没什么。谁呀？来了啊！苏维安，苏维。 阿姨好，顾医生，你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他想来吃个便饭。啊？吃便饭。阿姨，今天呢，我不是以顾医生的身份来您家，我现在是苏维安她男朋友。 哦，那快，请进，快请进，来，进来。维安，你也是，你也不跟我说一声，顾医生要来。阿姨，其实也不怪维安，是我自己唐突了。我听说您要维安回家吃饭，我自己非要跟着一起过来。就是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家呀没有男士拖鞋，这双是新买的，要不就别换了吧。对啊，别换了。没事儿，这鞋该换的。哎，姑姑，说起来，您的动脉瘤还是需要做一下 CTA 的复查，看一下有没有上次遗漏或者是近期新发的。这样吧，等哪天您有时间了，我们还是去门诊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那也好。嗯。菜准备好吗？我去做菜。我跟你一起。我跟维安一起。那可不行，顾医生，您今天第一次来，怎么能让你下厨呢？没事，阿姨。这样，您和姑姑就先坐着休息，然后我和维安把饭做好了，咱们一起吃。你们去休息吧。咱们做一个土豆烧排骨，好。再做一个蒜蓉鸡翅。你妈妈还喜欢吃什么？吃点水果啊！来，做一个烧茄子，然后再做一个青椒肉丝。好了吗？好了。我不吃。你尝尝。哎呀，我不吃。嫂子啊，你说他俩
什么时候谈的？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说维安这个孩子也真是够奇怪的，谈了恋爱都不跟我说一声。我觉得顾医生人挺好的，你别说，安安眼光真不错。哎呀，就是他太体贴，太细心了，总觉得有点怪怪的。哎呀，细心点好。你都不怕我被落着吗？别闹，别闹，苏维安，别闹了啊！维安，来，你过来一下，快点儿！关门。怎么了？你跟顾医生谈了多久了？有一段时间了。一段时间了哈，你这么长时间你都没跟我说过一句啊！你这行，保密工作你做得厉害。我不是不跟你说，这不是想等更稳定一点吗？你们是不是都住到一块儿去了？怪不得你前段时间你神出鬼没的，你夜不归宿的你啊！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跟人同居了你啊！不是你想那样。是因为顾云琛他家离医院比较近，我才去他那住的。人家离医院近，你怎么就这么懒呢？就差这几步路，你就上赶着搬到人家家住去了？你怎么想的你？好了，别生气了。你说说啊，你跟他相处多长时间了？你对人家有多少了解？人家父母是干什么的？做什么工作？性格怎么样？哎，你到他们家会不会被欺负？哎，你看看现在新闻里边啊，净是那些小年轻在一块儿同居，然后一吵架就拿刀子杀人。你说你万一碰到一个心理变态，怎么办？说什么呢？哪有那么夸张啊？什么我夸张？我说的这些事儿都是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你怎么想的你？哎呀，好了，兰姐，是我错了，是我做事不周全，我应该早点跟你讲的。也是我太懒了，去他家住。以后我勤快一点，好不好？哎呀，好了，不生气了啊！大人有大量。少来这套。我跟你说，顾云琛他这个人很好的，他为我付出，也为我牺牲了很多。这个以后我慢慢跟你讲。今天人家第一次来家里吃饭，我们开心一点，好不好？开心一点。怎么了？阿姨，我家呢是本地的，我母亲是桥梁建筑师，不过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父亲也是医生，他们离婚了，所以我不怎么跟他打交道。我可以向您保证，维安跟我在一起，一定不会受欺负。还有您最后的问题，我可以非常确定地回答您，我不是什么心理变态。如果阿姨还是不放心的话，我可以去做一个心理测评。哎呀，好了，赶紧做饭去，快去啊，维安。阿姨，今天确实比较着急，也没有时间好好准备，所以就随便做了几个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您还有姑姑就将就吃着。哎呀，顾医生啊，你今天第一次上我们家来，还让你亲自下厨，是
是我们照顾不周全啊，都怪这丫头，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这事儿。你呀，让你做饭还不好好做，下次你来，我一定好好招待你。没，阿姨，来。不是维安，他不好好做，是我着急表现自己，所以把他的活给揽下来了，对吧？够了。顾医生啊，阿姨，您以后就叫我小顾吧。来，你们有什么打算？你们计划结婚吗？妈，我自己倒是有挺多计划的，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看维安他的想法吧。我没什么想法。阿姨，是这样的，不管结不结婚，不管什么时候结婚，我对维安的心都是真的，永远不会变。怎么证明啊？你还记得？你怎么会做这个西红柿煎蛋面的啊？而且是两个单面煎。维安曾经告诉我，他说这是爸爸的味道。我从当时就已经开始决定，以后就由我来做给他吃。虽然叔叔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味道是可以延续的。是，不然你吃啊，快吃。你先吃嘛。阿姨，您先吃，你先吃，您尝尝是不是那个味道啊？来，您尝尝这个煎蛋。妈，我先把顾云珍送下去啊。晚饭做多了，你们呐拿回去吃啊。谢谢阿姨。我们拿回去。你明天不上班了？你不是跟我说小顾家离医院更近一点吗？啊？阿姨，您放心，有我在，我不会让维安受到任何委屈的。那我们走了。温教授，下周2的下午2点，请你们到多功能报告厅。温教授，您已经有答案了。让我看看你们实验的结果是多少啊？在高血压模型下，亨廷顿舞蹈症基因属动脉瘤阳性率超过4%。你们赢了，温教授。我们做这个实验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分个谁输谁赢，更不是为了否定 HDQ39。相反，我们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发现了 HDQ39的出色表现。我们希望您可以继续把它完善下去。你们放心 ，HDQ39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一定会给大众一个满意的答复的。还有小作啊，我对你之前抱有成见，对不起，现在我郑重的向你道歉。千万别这么说，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在大会上看到我贵贵的视频，一时冲动，
不好意思啊，温教授，不是故意要冒犯您的。没关系，科学的严谨性就是要经得起质疑的嘛。协会的杜总给了我这段视频，让我把它放到报告里，以佐证 HDQ39的药效。当时我还在犹豫，要不要把它放进去，会不会不好？可是后来，为了吸引观众，还是放进去了。您说是协会的杜总，他给您的？是啊。怎么了？啊，没什么。师兄，长话短说，不赶时间。那可能要耽误杜总一些时间了。我们有很多问题想问你。那3名动脉瘤患者，他们的自愿退出协议书，为什么恰好都是在发病前不久签署的？即便是在退出以后发病，那也应该如实向伦理审查委员会提出申报。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为什么至今我们仍然没有看到伦理委员会所提出来的通报？那是科研团队的事情，杰辉只负责出资。要问，你可以去问温教授。我找过温教授了，我一直希望他能够上报不良事件，但是杨文斌一直在阻挠，而且神经病学大会之前，温教授对3名动脉瘤患者的情况一无所知，有人在刻意隐瞒。师兄，你收买了杨文斌吗？维安，没有证据的话，不要乱说。师兄，你不要再撒谎了，好不好？我问过温教授，我姑姑的视频是你主动给他的，到底还有多少像我姑姑一样的人，被你软禁在所谓的疗养院里面，实际被你监控任意摆布？还有，你是怎么说服我妈还有我姑姑签署了自愿退出协议书？维安，不是你想的那样。改天我会一五一十的跟你解释，但是现在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师兄，杜云长，你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你就不要想走。你且看，师兄，杜云长，不管今天温教授是不是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们都会向伦理审查委员会如实上报我们的试验结果。HDQ39绝对不可能上市。师兄，师兄，你说你什么都给我动着干，因为苏维安吗？你难道不知道 HDQ39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吗？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我知道，我早就知道，我什么都知道。从你退学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一切。你携带着舞蹈症基因，你是父系3代患者，再用不了几年，你就会发病。如果没有特效药的话，你很有可能会死的。你以为我为什么好好的医生不当，我去接管爷爷的医药公司吗？我顶着董事会那么大的压力，我要投资 HDQ39，国内成熟的亨廷顿的研究项目只有这一个。如果温冉不是温教授的女儿，我根本就不会看她一眼。我做这些全都是为了你啊！一个有可能会导致动脉瘤破裂甚至致死的药物，你居然说是为了维安？是，我已经分析了高血压对于用药的影响。顾云章，你以为只有你聪明吗？只要维安没有高血压，那药就是有效的。别说不良事件的发病率是4%，就算是40%，我也会跨越一切难度让它上市。你可以说我是为了钱，可以说我是为了赢，不管你怎么看我，只要能救维安，我什么都愿意去做。但是我不需要啊，师兄，我更加不需要你牺牲别人来救我。是，一切都是我一厢情愿。你原来拒绝我，我以为是因为亨廷顿，
我以为我只要研发出了特效药，你就会重新给我一次机会，重新考虑我。我以为我们会像以前一样无忧无虑、快快乐乐，但是，我发现我错了。你跟他们一样，心里只有顾云珍。我就算做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劳。不管我有多高的成就，在你们眼里都是一无是处。入学前我们宣誓过的，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你全忘记了？为什么你们只能看到那1%的动脉瘤破裂，而看不到延缓99%患者的症状呢？对于那1%的人来说，舞蹈症发作10年左右，最后痴呆噎食致死，拖垮整个家庭，哪里好过死在手术台上一了百了？杜云成，你已经彻底疯了。是，我是疯了，我就是被你们给逼疯的。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师兄吗？在我们复核参加 HDQ39 3期临床试验的300名被试中，有3名被试动脉瘤破裂，其中1名死亡。经团队内部评估，属于重大不良事件，已提交伦理委员会审核。为此，我向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和家属致以真诚的歉意，向因 HDQ39而去世的患者表示沉重的哀悼。我宣布，亨廷顿舞蹈症 HDQ39 药物实验完全暂停。在彻底修正引发不良事件的药物机制之前 ，HDQ39不会上市。你赢了，亲手毁掉我父亲10几年的心血，很开心吧？我比你更希望 HDQ39可以上市。哦，对，我差点忘了，你也携带舞蹈症基因。温然，顾医生，上回那一出霸气护妻演得可真好。科研是严谨的，不是你个人恩怨的舞台。顾医生，你已经不是我3线了，有些话我不妨直说，不用在我面前假正经，把自己女朋友弄到组里当助理，可真够严谨的呀。你够了。苏菲安，你所谓的热爱科研，重回实验室，就是给自己找条生路吧？是啊，怎么了？我想在有生之年，为3万名亨廷顿舞蹈症患者找一条生路，有什么问题吗？我告诉你 ，HDQ39就是你唯一的生路，而你今天亲手把它给切断了。来日你发病，无药可医，就是你今天咎由自取。维安，温然，你实在不配做温教授的女儿。我们要药，我们要药，给我们药！叫那个总裁出来，让他给我们一个交代。HDQ39为什么暂停实验？为什么无法上市？我们要药！听我说，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交代。今天杜总不在，请大家先回去，行吗？不能回去。
我来给你们一个交代。解决一下呀！是啊。你们不是想知道是谁让你们吃不上药的吗？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你说怎么能害我儿子停药了呢？就是他们！就是你！干什么？就是因为你！少科长，求求你了，你去承认是你搞错了，好不好？这个药上市，我老婆才有活的指望啊！对呀，你姑姑动脉瘤，那是她倒霉，你连累我们吃不到药，就是你缺德！就是你后悔！你给我们药！你给我们药！我们这要药！好了，冷静一下。我三哥，三哥报警了！冷静一点，冷静一点。还没睡啊？我在想，你是第一个3姐，虽然有副作用，但它也是每一个亨廷顿舞蹈症患者的希望。我们亲手把这个希望毁了，那下一个希望又在哪？那我们就一起去创造这个希望。自从在拉肯亚遇见你，好像总是很倒霉，有处理不完的麻烦，还有接二连三的霉运。也有可能，我为了遇见你，把我所有的运气都用光了。你改变研究方向的事情，为什么只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情？北安，你先回答问题。今天这个房间我是真的待不下去了。为什么进来的每一个人都这么激动呢？不是顾云峥，你研究了那么久的胶质瘤课题，你交给别人，你不心疼吗？我相信王主任会找到最合适的人接手，不管是谁做，都是为了医学的进步。我现在心思不在胶质瘤上，就算让我继续做下去，也只会适得其反。这是刚才我从温教授那里拿过来的，全部都是他研究舞蹈症半辈子走过的弯路。温教授那样的前辈尚且做不到的事情，你为什么觉得我们从零开始就能做出成果呢？北安，我要做的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做出成果，不是减轻舞蹈样动作，也不是为了延缓发病进程。我要做的是找到亨廷顿舞蹈症的治愈方法。我知道，这听上去确实不太可能，但是我就是要试一试。是什么呀？我这辈子就已经这样了，我已经无所谓了。你不一样，你的研究生涯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什么叫你无所谓？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顾云峥，我们一定要承认一个事实：亨廷顿舞蹈症，它就是一个无解的绝症。就算我们拼尽全力，我们想要找到治愈方法的几率，可能连1/1000都不到。我做实验，碰壁也好，失败也好，都没有关系，因为那是为了救我自己。
但是你不一样，你在胶质瘤领域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你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有影响力的专家。我不希望你为了我做出这样无谓的牺牲，我也不希望你跟我一样，每天都活在虚无缥缈的希望里。为什么是无谓的牺牲？又为什么是虚无缥缈的希望？难道不是吗？苏伟安，我从开始亨廷顿课题的那一刻起，我查阅了将近100篇的文献。我知道是很难，但是我做的每一步，我都觉得它是可行的。我甚至对将来5年、10年，我都做出了规划。这些难道在你的心目中，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吗？你为什么就不能和我一起把这条路走下去呢？我只是不希望你为了感情变得盲目，我也不希望你为了我牺牲你本该有的成就。连你也觉得我是被恋爱冲昏了头脑，对吗？是苏维埃，是你让亨廷顿的研究对我而言不再仅仅是一个繁复的实验。我承认这没错，但是我在书上写的每一个标注，我培养的每一版细胞，我做出来的每一次荧光染色，都是因为你变得更加的有信念。但这信念不仅仅是因为你，它还是每一个患有亨廷顿舞蹈症的患者。总要有人开始，也总要有人开路。苏维安，你的信念去哪儿了？抱着治愈亨廷顿舞蹈症的信念，每一天都会活得很失望。那就让我来，所有的失望都由我来背。你的信念是我就好了。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你突然放弃。既然决定回实验室，我就不会轻易放弃。但是这个不可以把我们俩的未来混为一谈。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花点时间，好好冷静思考一下。今天晚上我回家住。你怎么在这儿？我说是偶遇，你会相信吗？不信。下班也见不到你人，发信息也不回，我就只好跟到这儿来了。我帮你。不用。苏然，你今天很漂亮。回你自己房间去。
江江，我给你准备了好多惊喜，你跟我去看一下呗。什么惊喜啊？到了你就知道了。维安，你怎么就不能理解顾医生呢？我应该要怎么理解呢？你知道亨廷顿舞蹈症是一辈子都研究不出来成果的，他的人生会毁在我手里。你为什么要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呢？就算他的人生毁了，那是他自己愿意的呀。如果不是因为我，他就不会研究亨廷顿舞蹈症。人不能那么自私，也不能因为我把别人也搭上。你现在这样把他往外推，才是真的自私。你不就是害怕当上骂名吗？你有没有想过，顾医生选择这条路他有多难？你现在跟所有人一样，跟他唱反调，他听到的反调还不够多吗？江江，总算找到你们了。江江，我还有个好地方没有带你去呢，那一定没有秋野。伟安，你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好吗？你要带我去哪儿？走呀，快点！伟安，我也想带你去个地方。好了没有？好了。你给我下来！你下来呀！我爱江暮影，我们的爱情天下第一，耶！谁呀？这，哎，这我的，你们谁给弄下来？是你俩吧？哎，你俩的爱情还爱情，我40了还没结婚，我就不是爱情。等着，跑！哎，站住！给我站住！啊，没追来吧？没有。你看你干的好事，累死我了。对不起，江江，我本来准备了很多惊喜，全部被我搞砸了。在家你也受委屈，出来玩你也受委屈，我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男朋友。
太没用了。那好歹我们的爱情天下第一了呀。你是原谅我了？你的心意我都收到了。耶！太好了，江江，你真好。那是。北安，你知道都江堰的由来吗？2000多年前，蜀地平原，河道狭窄，东旱西涝，但是李冰父子却创造出了奇迹，建造了现在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你带我来这里，就是想告诉我这一段初中的历史。我们都以为愚公移山只是神话故事，但是李冰父子，他们却真真正正的用烈火灼烧山石，在浇水冷却，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将山凿穿，凿出了现在的宝瓶河。我知道你要告诉我什么人定胜天的大道理，但是历史上有几个都江堰，又有几个李冰父子？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奇迹。就算没有奇迹发生，顶多不过我没有研究出特效药，一辈子都只是一个副教授。你离我而去，我孤独终老。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这样了。云峥，难走的路，我一个人走就够了。你没有必要趟这趟浑水。既然一定有人要趟这趟浑水，为什么不能多加我一个？作为医生，我比谁都懂什么才是真正的世事无常。我们能做的只有把握住自己的脚步。我们每往前走一步，就离胜利更近一步。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区区2000多年，不过只是一瞬。快乐也好，悲伤也好，一眨眼就过去了。北安，你们不要再浪费时间在冷战上了，好吗？虽然说，看你发脾气，也别有一番情绪。这跟都江堰有什么关系？46分水，28分沙。就算你的情绪像山洪爆发，到我这里来了，也可以被排解掉，化险为夷。谁教你的？套一套土味情话，土死了。很土吗？我觉得还好吧。不生气了，好吗？江江，肯定是这儿了。爸。
你看这还有柿子，假的。真的。啊，你咬到我手了。哦。我们和好了。我们也和好了。那快来一起吃啊！走走。你放心吧，医院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哎呀，不行了，吃饱了，好困，我要回去睡觉。哎，江江，你怎么睡啊？当然是我和维安一屋啦。这不气氛都白烘托了吗？这边去。维安，那你们先早点回去休息，明天陪我去见一个人吧。见谁啊？到时候就知道了。早点休息啊。拜拜。你早点休息啊。我回国以后给你家里打了几次电话，是个女的接的，说我打错了。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你，一定要把东西交给你。这些都是你母亲在拉卡亚工作时候的东西，我一直保留着，总觉得这是你母亲生前留下来的东西，不应该随随便便的丢弃。回国的时候呢，我就一块带回来了。现在呢，我把它交给你。谢谢王叔叔，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王叔叔，这张照片是？哦，顾工程师出意外的那天，这张照片是在他兜里发现的。